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的尼泊尔就像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尼泊尔的人民不满你政府贪污腐败的太严重，他们起义要把它完全推翻。原本以为只是单纯的走上街头，但是连日的冲突不断的升级到最后变成一个武装的大冲突。你看到画面，你会觉得毛骨悚然，所有人都冲上街头上去，而且是针对这些政府的人士、政府的权贵来进行攻击。你看到了，现在第一时间，现任的总理奥利被传出什么？他已经搭直升机逃亡了，因为现在整个的尼泊尔根本已经管控不住了，甚至还有传出前总理的家直接被一把火就直接烧了，甚至前总理的太太因此命丧在火窟内，甚至还有当朝的官员、财政部长竟然在当街被尼泊尔人民追着打。追着跑，你就知道现在尼泊尔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有多厌恶。现在全球非常关注的事情是为什么？因为在暴乱的前几天，你看到尼泊尔的总理奥利才现身中国来参访，而且还跟习近平留下了这一张照片。当时中国是怎么样说的？他说：“两国人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共同书写了中尼睦邻友好的历史篇章，这代表什么？我习近平是一定会罩你尼泊尔，而且一定会罩你谁？罩你奥利的。没有想到几天过后，尼泊尔就出事了，总理就已经跑了。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谁最怕？是习近平吗？没有，就是这一张照片的所有人。这张照片是93阅兵的时候出席的人员，他们都觉得说，因为你习近平会挺我，所以我一定要挺你，我一定要到。结果没过几天，你尼泊尔的总理就倒台了，这代表一件事情。那如果今天发生在我的国家，你还有能力可以帮忙我吗？所以世宗这样一路看下来，今天这个事情为什么叫做出大事？这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危机。对，这危机是什么？我今天没有能力去话事了，我今天没有能力去帮忙你了。现在国际都在笑什么？这一张照片前几天才刚拍完，没想到尼泊尔的总理奥利他就倒台。这张照片跟什么一样？跟毕业照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说了，不要跟运气不好的人在一起。那事实上，现在谁运气最不好？我们看到这个奥利，这奥利目前为止来说啊，他是尼泊尔的总理，他已经辞职，而且传言他已经离开了。好，那因为这几天尼泊尔暴乱的时候，大家想说，这尼泊尔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从这个开始这个暴乱到这个升级当这样的局势，不到24小时之内，就演变成这个样子了。演变成一开始抗议就没多久，24小时之内，奥利就辞职，然后他就走人这样的状况。而且现在尼泊尔是无政府状态，而且你看到他的催泪弹是直接丢的，对，而且人民跟军队是开干的。对，那你知道人民累积了多少怒火？那你想说，奥利那么衰吗？没有，他之前来说话，他9月9号，约莫9月9号离开嘛，他在9天前，他才刚见了习近平，他当时去参加阅兵大典，那参加阅兵大典跟习近平见面，你看习近平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然后他们讲了什么？他讲的意思是说，我挺你啦，我大哥挺你，我们两个国家风雨同舟，然后休戚与共，共同书写睦邻友好的历史长篇。当时呢，我们中尼的这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稳健，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这样一个状况，我们要共同推动两个国家的这个友好。对，看起来的话，他挺他嘛。那为什么奥利要去拜访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奥利呢，他是尼泊尔共产党，他们现在执政的是他们执政也是尼泊尔共产党，所以我来见我的老大嘛，很正常嘛。就老大说没问题，休戚与共。就现在。伊朗浪我就跑了，浪杠。那你不是说你要罩我吗？对，那中国有什么指示吗？没有，中国现在连要撤侨都不敢。他说，我们中国民众啊，最好就待在家里面。所以现在很尴尬的是，这个中国啊，好，那讲除了中国很尴尬之外，还有谁很尴尬？我们不是说奥利去参加这个93阅兵吗？93阅兵里面来说，很多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仔细去看哦，这几年来说话，你只要是亲中的政权。都一个一个出现问题，真的假的？对，你看去年的时候，学生抗议的推翻了孟加拉，孟加拉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在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嘛。然后2022年的时候，大规模运动导致斯里兰卡逃亡，斯里兰卡领导人逃。我们知道斯里兰卡不是有汉班托塔港，对，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带一路”的港口。另外前几天印尼爆发抗议活动，印尼总统有去参加那个阅兵啊，不是最后跑去吗？不管国内的暴动，跑到这个93去阅兵。另外一个塞尔维亚的这个武契奇，他可是欧洲最挺中国了，就没有他也去参加这个阅兵没多久的时候，赵永大回国怎么样？
开始大暴动，真的假的？开始大抗议，太惨了吧？对，所以呢，所有人来说，你靠近谁出现倒霉，那就是表示那个人很衰嘛。那他们这几天，他们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见了习近平嘛。好，那么讲这件事情来说，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这样子的：随着川普政府这个实施所谓新关税政策，颠覆全球经济，这些脆弱小型经济体变得更加复杂。所以他把他说，是因为这个川普的关税。那到底是不是川普的关税？当然是。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川普的关税打击了中国。对。那打击了中国之后，这些过去外税函呢？我们注意到，他们都是靠谁养啊？中国养啊！中国没有钱给你了，你完全因为关税，中国完全没有实质影响力了，所以就受到影响嘛。所以来说，的确，这些所谓的依靠中国而存在，或者依靠中国补助的国家，恐怕在这一波里面都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冲击。施总，我们刚刚讲尼泊尔这件事情，为什么从原本24小时之内一夕对变成如此可怕，甚至如此凶残的？你看到？这是原本他们总统的建筑哦，等于是总统府，漂漂亮亮。对，没想到一夕间全部都被大火烧毁了，太扯了吧？对，没错。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什么？辛哈杜巴宫。那辛哈杜巴宫来说的话，它事实上是什么？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历史建筑。它其实在英国殖民的时代的时候，它就盖了这个宫。那个宫呢很漂亮，就没想到因为这几天的暴乱之后呢，现在民众就把这个总统府给烧了。那总统府所在地就把它烧到干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这个建筑物。可是赵，你要知道。为什么尼泊尔会有这个运动？你知道吗？原本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引信，什么非常小的引信呢？因为这个总理回到这个尼泊尔去，他就说，我们现在为了要防止这个海外渗透，我们现在发动把很多社群媒体把它封闭，对，然后什么脸书啦、IG 啦这些都不要，国外都不要，我们只要留中国的这个抖音啊，就没想到那些所谓Z世代。美送，他说：“你没有办法让我看 IG， 没办法看脸书，我就翻脸了。因为社群媒体在那边说，你看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都有钱嘛，他们跟中国关系好嘛，而我们跟中国关系不好，就马上从原本的抗议说你封这些社群，变成是正二代、特权、反贪腐，就马上变成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你那种脸书那种，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但是这几年累积下，你正二代的特权、贪腐这个，变成是大家的美送就马上变成是原本的暴力，原本的小冲突，马上就升级为暴力冲突。所以说时间很快，连这个奥利他都没有想到，就奥利他就说已经这么严重，他就说那我就辞职，然后总统也接连辞职，对，就没想到现在越来越多人辞职，就导致整个政府完全没有人了。现在尼泊尔是无政府状态之中，军政府是说我出来管，但是事实上政府已经没有人了。好，那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是说吗？网络上已经传了，奥利已经开始坐直升机逃亡。你看，这就是抗议事件引爆了。你看，这是奥利这个被他拍到浪杠。好，那除了他浪杠之外，前总理卡纳尔之妻呢？因为他的家里面来说的话，因为这个被烧之后，结果没想到他就困在这个火场里面，所以他是活被烧死，对，不治身亡。那样甚至讲，起码反正你只要官员、财政部部长，被人家看到你在路上照你那。二话不说，先揍你2拳！对，你这个财政部长混蛋，你让我们没有钱他是在大街上面跑的。对，没错。你看还有一个人飞踢就把他踢倒。那现在这政府官员是人人喊打。你看你看跑掉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个人就飞踢出来，对，就把他踢到旁边去了。你看这个真的是，所以现在只要是政府官员，人人喊打。正好我们过去对尼泊尔印象就是他不是世外桃源嘛，对，应该就是人民都是与世无争。怎么变得那么凶悍？因为他们累积的愤怒完全在这一刻爆发。那前总理的他们也被民众打，对，然后前总理的老婆也被打，然后包括说很多人都完全被打，所以我就说。现在都是在打什么？打政府官员。你前几天我刚才不是说他的太太整个被人家围着，都被打。你连这个老妇人你都要打成这样。问题是他们已经不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几年被你们怎么剥削，被你们怎么样这个虐待，被你们怎样的一个状况，全部都恼羞起来，就开始无差别的攻击。看到这是刚刚被打的那一对夫妻家外面，对，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逃，为什么？外面全都是人在包围他们家，包围在这个Z世代这个群众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愤怒都一时爆发哈。那我们就讲，原本一开始的时候大概只有数千人，就没有，因为后来呢，这个完全变成是反贪腐之后呢，政府还用水，你看政府还用什么水炮、催泪瓦斯，然后橡胶子弹打这个群众，那群众当然不开心嘛，所以越挤越多，就你跟我来硬了，我也跟你来硬了，就没有，现在有22个人死亡，还有超过200个人受伤，你看这就是。
人群这么大量的人群，对，尼泊尔有3000万，人家就是说，这次几乎在这个加德满都这个地方，能够上街头的全部都上街。他是玩真的，你看到他把巨马他要推的时候。他手套都没有戴，对，他是真的要，尽管我双手都是血，我就是要抽，你看我就是要战。你看民众这样，民众就要推倒这个军警的这个巨马，对，除了他们在那边推之外，后面还有车车就这样给他开进来，他们就真的撞倒了，就突破之后，你看就大举的进来。你说这些军警哪是这些民众的对手？你完全不堪一击嘛，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啊，你看尼泊尔对，因为他们就打砸抢就烧，对。所以你看整个尼泊尔的这个市中心来说，到处都是火海，然后甚至还有这个示威群众，因为警察有拿这个示威枪嘛，在那边互相的开枪，所以呢也很多示威的学生呢，不幸就真的身亡的一个状况。那你更激起民怨嘛、民怒嘛？你看警方拿了这个枪，后来被民众抢回这个枪，然后他们就准备用这个枪来跟你们对干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讲，这样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你看他们甚至后来还占领了部分的这个军警的车子，占领了车。这下面你看上面是这个军警的武器，下面都是已经被民众包围了。所以现在民众根本是什么？把他抢来之后，他就变成什么？自立为王了。没有，现在军方也站在民众这一边，军方就说好，那目前为止我们先出来管。但是他说我们希望呢，用这个年轻人呢，我们未来组成一个政府，所以等于是 Z 世代透过这一次的挑战，他们可能在未来会有掌权的机会。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这一次不是烧毁了这个他们的总统府嘛，对不对？然后不止烧毁总统府，还烧毁了他们国会大厦。你看，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这是总统府的这个办公室，然后这是国会大厦的办公室，对。然后除了烧了这2个之外，他们还跑到，我刚才不是说吗？这个他们的这个总理，他们总部是在共产党，他们还到他们共产党的总部啊，把他们这个共产党都有那种镰刀旗，把它拿下来，把它烧毁，把它整个总部给它砸烂。所以现在等于是民众都把这个愤怒呢发泄在这个尼泊尔共产党的身上。那赵尔，我问你，尼泊尔共产党它背后是谁？中国共产党嘛。这画面也太夸张，他真的是把这样旗子直接这样扯下来。对，那你看，而且你看到旁边什么都是烟，是代表一件事情。旁边都是烧起来的，没错。他这个民众来说愤怒到不行，他一定要把这个共产党一定要扯下来的。那你看他扯下来的时候，你看周边大家在那边欢呼的时候，他等于把他视为是英雄。好，那我就讲，像这一次的画面，我们也必须说了，我们都原本以为尼泊尔人在这一次展现了他们的勇气。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警方有什么水炮车，然后警方还有什么一大堆的武器。那你看民众呢？你用水炮喷我，我有后退吗？我有撤退吗？没有，他反而是逼着那个水炮车一直节节的败退，他是直接冲的。对，那水炮车就一直节节败退。那节节败退，你看警方有一些什么这个栅栏啊，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阻拦，但你看警方怎样？警方根本打不过那么多人啊，所以他是边打边后退。你看这些警方，他只能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他们有水炮车在前面这个掩护啊，让你速度比较慢，但是他们根本完全不是这样，那一直后退，一直后退来说啊，是甚至后来怎样？因为群众太多，那你退无可退嘛，就最后演变成这种，你看警方已经被这些群众包围，群众包围警察，被你瓮中捉鳖，然后这变成是我们的民众在打这些全副武装的这个警察，所以呢现在变成是这样。好，那我们讲现在整个这个加德满都已经完全几乎是失控状态，从原本的在喜马拉雅山上面，佛教的尼泊尔与世无争，现在变成是说哇，他们变成是突然变成是残暴的士兵。好。那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是被什么催化的这个状况呢？因为我们就讲，因为中国的因素。为什么说中国的因素？你看哦，之前的这个我们讲9月9号出现这个暴动，才9天之前，对，这个利奥还在这个中国见了这个习近平，然后说啊，这个习近平说啦，谁喊的波问题，结果这一张就变成毕业照了。对，好，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赵尔，你知道吗？这几年尼泊尔也跟中国关系非常好，他跟印度反而就有点紧张。那因为他一起变形是中国的塞罕，所以他也听这个中国的话。那你看，事实上这中国就说 OK， 你挺我，那我就挺你。他就弄个所谓“一带一路”，它事实上是中国在南亚非常重要的“一带一路”。他们盖了什么？你看中尼铁路，对，然后弄的这个西塞地水电站，这个盖的时候让印度也很不爽。然后还有盖了一个公路，从这个尼泊尔直达西藏的这个公路，然后就说什么我们要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你知道事实上前后，你知道中国在尼泊尔已经投资了多少？大概投资了20几亿美金左右，20几亿美金左右的。那你知道？照我问你，那这很多工程如果盖得起来就算了，我想很多工程都盖不起，就是烂尾，都烂尾。然后他还请了很多中国工人，你好歹也让我们尼泊尔工人来那边干，没有，他是中国工人进来干。那中国工人进来干，那尼泊尔当地人会怎么想？
我们出我们国家的钱跟你贷款，那贷款的时候你没有用我们的工人，然后你又烂尾楼，这个工程一大堆，就国家负债累累。但是好到谁？那些正二代大家都很有钱啊，他们用这样来贪污啊，所以就变成这样。那你知道现在最尴尬的是中国啊？你看中国什么？不，尼泊尔不是暴乱了吗？他们说什么？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还有机构密切关注尼泊尔的安全形势。然后人家就问说，那我们是不是有撤侨的这个计划？他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于中国公民伤亡的这个状况。那一些画面已经够扯，在街头上面直接这样子，对，你还没有要撤侨，那都是尼泊尔人啊，跟我们中国无关啊。所以他只要一撤侨，等于什么？我对于尼泊尔没有信心了，所以我死都不能撤。你看他们就说什么？互相信任，照顾彼此的关切，对华合作有利促进尼泊尔经济的这个发展，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嘛。不要忘了，照顾彼此关切，是我都跑了，是大哥，你人在哪？大哥，不好意思，大哥也没有空管你，所以变成是，你看，我就说他们很多中国的钱流到尼泊尔去，但你看工程盖不完，然后你又没有请这个尼泊尔工人，所以变成什么样？你看，这就是尼泊尔他们的官二代啊。过来看这个女生也长得漂漂亮亮，然后全身都是名牌，全身都是名牌，对，然后你看这也是一样啊，这是一个这个老妇人，那你看她全身，你看戴着这个手表金光闪闪，然后这些人常常都是这样，然后常常都是这个穿的这么好，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就变成叫 Nipor Kids。就这些人就是 Nipor Kids， 他们就是天生的这个赢家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正二代。对，好，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都是，我就说他们的薪水很低啊，他们薪水一般来说，他们政府官员，你看一般尼泊尔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对，都是这么困苦。可是他们看到这些官二代、富二代每天过得这么爽，可以去看球，开着名车，你看对比我们刚才看到那些都吃不饱的人，那你看对比这些，你看这些。你就知道那种社会的反差，他们气死了，所以他们就很难接受。那很难接受来说，就造成了这一次的暴乱事件。好，那所以我就想，接下来的话，可能这个尼泊尔会有一些政局的变化，那可能共产党就垮台了。那共产党就是这个尼泊尔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尼泊尔最重要的支持量没了。好，那我就讲，那只有这样子吗？不是只有这样，因为什么？因为印尼也是这样。印尼我们不是说吗？他最近也是爆发这个抗议的这个事件。对，那尼泊尔的这个所谓奥利也已经跑了嘛，他们都是有去这个93阅兵大典的。那你甚不用讲，连塞尔维亚武契奇过去可以说是在这个欧洲最挺习近平的人，结果没想到，他刚回国没多久，他们也开始抗议。所以跟你讲，真的是跟中国靠太近了，似乎现在都一些问题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呢，真的这一波的这个川普的关税重击，的确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宇轩，我们刚刚特别讲，为什么尼泊尔这一次的政府会直接倒台？很大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习近平已经没有力了，你习近平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一些国家，而在背后有没有美国的角色？当然有。你看《华尔街日报》，我们刚刚特别讲，因为现在美国川普的关税，所以让这些脆弱的小型经济体变得更加的复杂。这也难怪一件事情。今天我看到这个事情，我吓了一跳。你以色列怎么敢去炸卡达？卡达不是大家都盟友吗？不是美国的盟友吗？这背后川普也点头了吗？对，所以我们这样看到这个场景的吓坏了，因为他是要什么打击哈马斯？但不对啊，场景怎么会在卡达呢？原来哈马斯有一个总部就在杜哈，而且它设置的地方呢就在卡达。所以你仔细看哦，现场浓烟密布，而且是爆声四起哦。重点是什么？还不是一个爆声，是先有浓烟传出来，你会看到爆炸之后再嘣就下去了。1发、2发、3发，所以它是多发导弹齐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投弹，所以呢，把现场这个总部整个炸得我们讲昏天暗地，还有很多惊慌失措的卡达民众哦，他根本不是哈马斯，他在现场赶快跑，为什么？他以为想说谁打来了，他搞不好到底是以色列打来还是谁打来，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总之呢，先跑再说。然后这个浓烟的四面八方，而且你看哦，整个摄影机镜头的角度非常多，为什么？代表所有在都会地区的民众都已经看到了冒出了浓浓黑烟，而且爆炸声不止一次、2次、3次。最后他们把整个场景转过来看，从正面来看，你会发现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整个杜哈的哈马斯总部，哦喽喽，规全部拢哦喽喽，现场全部都是焦黑了。你是说啊，整个开了一个洞？对啊，整个都毁掉了。对啊，乌漆麻黑的，完全炸得面目全非。结果后来了解说，哦，原来是因为以色列哦，总共派了15架次，很有可能是 F-35哈，对，15架次的战斗机，总共发了10枚的弹药，把它呢精准打击，打得乱七八糟。然后他还特别强调说，哦，我们有尽量降低平民的伤亡。但坦白讲，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你看哦，一整个建筑物他也没有炸到别的地方，他就单这个角落，所以换言之，他知道你是在哪里开会嘛。
结果他锁定的对象是谁？真的是哈马斯的高层。那这些高层原本在这边要干嘛呢？其实在开会讨论说我要如何跟川普进行人质的交换。那你说你觉得不对啊？那既然都要交换人质了，既然都是和平的举措了，为什么还要去开火呢？你哪知道开火是不是为了谈判的筹码？结果打下去之后，他说哦，哈马斯声称。其中呢，会议有6个人呢不幸的丧命，而且其中呢是个卡达安全部队的成员，但是呢，我们的领导团队都幸免于难。这边我打上一个问号哈，因为这是哈马斯在讲的。结果我们把镜头转到里面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真的是领导，比如说你看有个哈马斯的关键谈判者啊，穆罕默德·达尔维什啊，他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对，还有包括贾巴林，包括哈亚，包括马沙尔，包括巴德兰。这些都是哈马斯重要的成员，他们在开一个圆桌会议，而就是在这个角落，以色列直接精准投递，把这个弹药，所以也难怪以色列会叫做什么？这一场行动叫做火焰峰会，我就是冲着你这些人来的。对，我们讲峰会的意思是什么？就 summit， 就是高峰会的意思。他的意思开高峰会，我用火焰来了。对，我用火焰自烤啊，让你们活生生的在弹药的地狱里面。而且呢，他在1个月之前早就已经做好要进行这样的轰炸跟这样的决定，所以他等于说每周都开会，最后找到一个时间点进行攻击，开了绿灯。好，那我们就在9月9号这个时候开炸。那你知道更诡异在哪里吗？你知道9月9号如果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行动，对，那纳坦雅胡他应该人要在现场，对不对？就不是我们讲了他在干嘛？他在办一场迟来的，对，我知道各位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4th of July 国庆日庆祝活动，他在美国的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使馆里面搞 party， 而且还在放什么歌？还在放 We Are the Champion。还有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当你在炸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开这个所谓的国庆日庆祝的活动，而且这个歌曲还巧妙的回应嘛，因为它确实是把卡达给 rock 了嘛，对，整个天翻地覆的摇滚起来。但是纳坦雅胡在活动上轻描淡写说。我们是独立行动，而我们这个叫做报复行动。要报复什么呢？就是在2023年，还记不记得哈马斯？我们讲的这个时候非常残忍的带走一堆人质，当时的袭击行动，我们就是要报复这个10月7号行动。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影片？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是什么？这影片是一堆哈马斯的高层，他们呢正在看着直播，看着新闻，看着说他们的哈马斯如何去屠掠屠谬我们讲的这些以色列的人。结果你看在现场看完之后还要干嘛？感谢真主，感谢阿拉。但正好你知道最可怕不是这段影片，最可怕是什么？他们轰炸的地点就是这个办公室。就是这里。他们轰炸的地点就是这个办公室，而且我们讲哈尼亚是不是已经？你在哪里看，我就在哪里炸。对，而且更可怕是什么呢？哈尼亚GG了嘛，对不对？结果呢，他刚好挑到了我们刚才讲的整个5个人对，就是1、2、3、4、5，所以他是锁定你在影片当中有出演的人，我对你来狙击，这才是以色列最凶残的地方。等于说，你当时在那边戏弄我们，嘲笑我们这些人，对 ，eliminate 什么意思？我把你歼灭掉了。1、2、3、4、5，他说我跟你讲，这5个人我全部让你倒地。你这个办公室你知道在哪里吗？在这个叫丽思卡尔顿酒店。那照我，丽思卡尔顿它是谁的酒店啊？它是万豪系统。对。等于说这是美国的酒店呢，知道了？那卡达政府到底知不知情啊？因为很怪你看卡达政府这样讲，说我们听到爆炸的时候，美国官员才跟我们讲说以色列轰炸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雷达都测不到。乌代的基地就在哪里？就在卡达。对，所以你的意思跟我讲说，乌代的都没有侦测到吗？怎么可能？你美国在这边设一个空军基地，你最精锐的武器、最精锐的火力都放在这边。然后呢，你川普还5月14号才去见卡达国王而已，然后你现在全部都说没有，都是纳坦雅胡干的。川普也这样讲我不知道 ，Today is Netanyahu make the decision. I don't know, it's not me。他说我全部都不知道，那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又说这是可以迈向和平的契机。什么叫和平的契机？不就人质交换吗？来，我跟各位讲啦，我不相信买单，我也不买单，因为这是卡达他整个所有的空军的系统它有阵风战机，它有 F-16QA， 它有什么？它有台风战机，它还有什么？它有 NASAMS， 还有爱国者3型飞弹。所以你知道这全部加起来还有台风，这是什么意思吗？包括这每一个设备防空设备都有配备美国的电子扫描的阵列雷达，还有配备美国相关的电子设备以及电子战的相关的仪器跟系统。换言之，它全部的东西都是美国的啦。你今天跟我讲说美国的设备侦测不到 F-35，侦测不到美国的武器，
那美国的东西不用卖了嘛？那你想要骗谁啊？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嘛，这种可能性比较高啦。也就是说，你有看到在装瞎嘛？然后我看不见，这种可能啊，因为你不可能给自己的武器跟自己的防空设备绕鬼嘛。而且更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赵和，当时在发生这个爆炸的时候，有人发现乌代的对，它的上方确实有飞机在飞，有一架 F-15QA，OK， 然后还有来自英国的加油机啊，还有美国的相关的这种我们讲加油机。那同时在空中，你看是不是在这边绕啊绕啊绕？这是一般的航空迷搜寻到的轨迹系统哦。所以他的怀疑说，你是不是美国根本从头到尾知情啊？否则你的空军怎么会在这个时间起飞啊？所以这个到底真相是什么？或者是说卡达其实也是里应外合？反正我们就配合你去扫荡，来促成呢美国未来呢这谈判家可以更加顺利？还是说呢以色列它又有什么样的隐情？但各位啊，他越是遮掩跟你讲说美国、以色列，我们讲的完全没有联系，跟我们没有关系，恐怕背后啊，他才是那个幕后的老大哥。建明，尼泊尔这件事情对中国有多伤？但对于中国来说，天哪，哑巴吃黄连，为什么？我现在老大哥经济已经够惨了，你看到现在我们常讲宪中事件，是因为当社会不满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武汉又来了这一种事情。中国国内啊，恐怕这个经济下行的关系，所以呢，有如泥菩萨过江。你现在看到画面上，湖北省的武汉市，它的热闹繁华的街区，你看到车辆下面有些马赛克没有码到这个的地方，有些还有看到隐约是人影。人竟然在车子底下。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花楼街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热闹的这个路口它那整条街区都是有行人还有摊贩街区哦。对，你看到一堆人横七八竖的躺在路上，就是因为在9月6号上个星期六，刚好是农历7月半中元节那一天，竟然发生了宪中事件，就一台车直接撞进去了，无差别的这样子冲撞，然后似乎对社会有报复的心理，然后直接对于这些路人也好，摊贩也罢，直接冲撞一台车。滴滴冲嘛，滴滴冲到底，你看到没有？那个肇事的现场几乎都是食物啊，所有的东西啊，杂乱的乱喷在地上啊，还有很多人，更多的是人被压在或躺到地上被碾过去。很多的路人啊，身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伤口都倒卧在那边，似乎都起不来，因为那个地方地处当地的商圈中心，所以呢，民众路人纷纷遭撞飞，还有人家在吃东西，摊贩这样子直接一起连人带摊贩的跟吃东西啊都被撞飞，东西都洒溅在路上。但我觉得这什么最荒谬是什么？今天撞完之后，我们看到的画面已经很吓人，而且这是一个人很多的地方。结果你看到警情通报上面，他说什么？这一起车祸，7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你在骗谁啊？真的是这样子吗？每次公安的警情通报都要告诉大家说，只有几个人受伤。比如说这一次的整条街这么多人，明明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刚刚数过来就不止7个人了。对，他还这边写只有7人受伤，且均无生命危险。你看他的车头就当场毁损抛锚在现场，撞成这个样子，而且。当隔天的凌晨，也就是礼拜天9月7号凌晨的时候，公安跟大批的清洁工人员马上进驻在那个花楼街的现场，似乎要去清扫现场，要清洗那些现场的这个地方可能造成的，比如说血迹啊，还有一些事故的地方。你是想要洗地洗白什么？那无独有偶，在同一天啊。9月6号很奇怪，中国各地从南到北都发生这样的类似的宪中事件这样的一个事故。在黑龙江省的这个催化市有一个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司机啊，他疑似因为在等这个交通堵车，对，等得不耐烦，等太久，路怒症发作了，然后直接呢情绪失控，就开着大货车冲撞路口好多辆车辆。所以造成了6台小客车连环被撞到了，就受损了。你现在看到那画面上是一片的这个凌乱呐。那而且冲撞的，虽然我们没有拍到那冲撞的瞬间，但是你看到被撞的这个后面啊，这些影片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不是车头全毁，就是还有驾驶受困在车子里面。这些惨状啊，说明了不止当天在发生的黑龙江有这个车子这个连环撞事故，在河北的这个公安的办公室的对面，也是9月6号，也是9月6号，很奇怪，这已经是第3起了。是，而且它这个是邢台烟火仓库突然爆炸。据说啊，网传是有人为故意这个蓄意造成，你看到没有？爆炸火光四起，然后呢，接着它的爆炸的威力惊人。你看爆炸之后，几乎那个镜头都拿不稳，甚至撞到了这个
正巧它爆炸地点对面是河北邢台公安的办事处。你在公安的办事处前面，等于太岁爷头上动土，你看门口的招牌都被爆炸冲击波给震垮，都掉下来了。所以现在才有人讲说啊，大陆的民众就想说经济塌方啊哦。现在中国大陆是内地啊，他们这国人的戾气啊，社会戾气是不是更加严重？然后那个风险是不是更加增温？有鉴于此啊，这是不是感染到了年轻人？你看到没有？中国他们其实有时候为了考试、为了高考、为了中考，比如说福建省的这个福州华伦中学台江校区，他们为了这个决胜中考，盛大举办了一个断网仪式，什么意思呢？不能用手机，对，不能用手机，学生用手机都要交出来，交出来之后，你看到没有？这一箱一箱的养鸡场，把它封存，全部都贴了封条，然后办了这样一个断网仪式。哎，纪平，你看到还有这种我们的誓言，上交手机电脑，拒绝在网络消磨时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决胜中考。这么有气魄跟意志啊，果然是断网仪式。但是场景如果拉到别的学校，这一套可吃不通。比如说在贵州毕节威宁中学，他们高等职业学校，他们这些几千名学生就因为要求学生上交手机，不准再用手机，翻脸了，看你翻脸，然后这样抗议了，然后接着这个中学的学生啊，马上发起全部的抗议行动，然后在那边暴动，然后学生不止暴动，还丢东西，还丢枕头的，丢枕头，还把这个火烧上去，点火之后呢，把考卷还有这个枕头和书往宿舍外面扔，你看到没有？这个简直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监狱大暴动一样。而场景同样类似的拉到了这个广东啊，广州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他们的男生宿舍也是一样，在9月7号这几天，这个几个事件都是9月7号发生的哦。在9月6号建中事件之后，9月7号好像还不平静，感染到这些学生，他们也在暴动。而这个广州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为什么暴动呢？因为他们上完军训课回来之后呢，他们想要洗澡，没有想到停水。那好，停水了，好，没关系。9点半学校就叫所有学生上那个宿舍上床就寝，就寝之后停电。停电之后，因为没有冷气、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热死了。他们想要出去外面透透气、乘凉，结果发现宿舍门大门被锁了，他们就更火大，结果整个暴动，然后在那边抱怨说学校学费收那么贵，宿舍环境差，每天停电好几次，停3、4次，然后现在洗澡停电啊，然后这个老师又爱骂人，叫我们怎么生活，就开始去暴动，然后高喊退钱，而且你看到没有，在大门发现上锁的时候，全部的学生要合力啊，想要把这个宿舍大门给冲开，把它砸坏，然后风波在它平息了不久之后呢，学校高层、学校的领导竟然带着摄影机来拍学生，疑似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想要对学生秋后算账？所以彼此之间那种恶性循环，这种社会的戾气，似乎在校园也不平静。辉正，我刚看到中国人民也太怒了吧？你今天给我这么高的学费，结果没水、没冷气。我今天看到中国现在怎么样？他竟然开始使用所谓的身障人士来工作，这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啊。结果我一看不对，他根本是剥削这些人，太可恶了吧？真的非常可怜哦。其实看起来根本是在蓄奴一样，蓄奴的，真的，因为现在被发现哦，竟然最长已经有5年，在这个搬砖头的砖头工厂哦，他是怎么样子？他就去捡或者是去找这些所谓的身心障碍人士，但他肢体是健康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他们这些人就在搬砖头，一天工作12个小时，3餐全部都是有馒头跟素菜，从早上大概8、9点做到晚上8、9点，你猜他们1个月薪水多少？多少钱？最多500块。每天干12小时，而且是做出工，很可怜。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有的人就是生病了，对不对？就只能吃感冒药。那如果感冒药吃不好怎么办？你人就消失。他们说，他们真的是后来被人家举发，然后赶快就是有警察去抓，把他们给救出来哦。救出来，主要的工头就跑掉了。那其他人，你看有没有在那边黑夜里面流窜？其他的人呢，因为他有身心障碍，他在这里生活的少的3年多的5年，而且你知道他几岁吗？从30几岁到60几岁都有，所以他有的是根本不有，也甚至不会跑，站着不会动，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对，所以呢，他们就说这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情况。然后呢，这个附近的人啊就说啊，
哎呀，他们这些人呢、越干越少啊，本来还有7、8个，怎么现在只剩下5个？那其他人呢？哦，听说就把他们丢到就这个，他就说啊，扔掉了呗。他说怎么会扔掉？啊，就没救啦，就把他们丢在路边，让他们自生自灭。是你意思说，如果有生病，只能吃止痛药，如果没有办法治好的，丢在大马路上，哪有这么恶劣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在高速公路上把它扔了，我有没有听错啊？很可怕，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就说，哎，但那可能会不会就是广西这一家比较黑心的一个专厂有这样的恶劣行径？没有，清查之后发现，竟然从2015年到现在哦，也包括湖南、河南、山西、广西。总计有50多家的一个砖头工厂啊，都有类似的情况，近400名的身心障碍人士哦，人家身上都受伤。然后呢，他们就是站离地大概有1公尺高的砖架上，然后就这样子不断的，就像机器人一样不断搬。你看，这都是他受伤。他只要敢跑掉，敢没听话，就照3餐打。而且你看这个疤痕这么粗一个。他们手法太残忍了。他们其实说一句实在话，他们就没有把他当人，他们就没有把他们完全，他们其实某一种程度，他就是故意找这种身心障碍的，因为出事把你一扔就好。你看他在那边那个12小时的工作环境那么差，没有任何的一个防护措施。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们甚至有时候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所以其实那个风险，你看就站在高架上，那个风险性其实是蛮高，很容易受伤。但不管，反正呢，对我来讲，你们都是零件，而且是不用钱的零件，我就一丢就好。他们说哦，在这些人里面哦，有1、2个可能会算数，会算数的那一个哦，他就给你500块。那你有些人可能就是给你3餐，然后反正你已经看，反正本来就是身心障碍，所以呢，那一些人就更可怜，连钱都不给你的。然后后来就破获之后，就发现到有什么，有一个叫李松林的，他今年已经大概40、50岁哦，对，结果被他老爸，他老爸接到他嘛，就说：“哎呦，你怎么消失了这么久？”就发现。他竟然连爸爸都不认得，那后来他的在测家他的智力竟然比以前还要再降低，所以显见长时间的工作跟那种恶劣的环境，还有在你就是把你当动物这样对待情况之下，其实对那个人会产生很大的身心更大的一个创伤。对，所以他完全不认得自己的爸爸。然后呢，他们就后来就发现有些人哦是1年。1个月30天、31天是每天都出勤工作。你看有一个相关的表格，就后来每个人的工资就只有几百块，有的甚至连几百块都不给你。然后呢，他们就说，有另外其中一家啊，他总共啊破获里面大概有5个人左右。他说夯不啷当啊，总共那个工头啊，侵占人家46万的那个。所以你说这个人他好不容易被爸爸接回来了，对，然后想问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一路查。他的确工作这么久，你看到2023到2025年，他原本可以领到46万人民币，对，结果46万怎么样？都被公投侵占，被公投拿走了。是，这件也太坏了！你今天诱拐人家过来，你给他吃那么差，你还把人家的薪水也拿走了，这根本就是蓄奴，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人家就是说啊，全中国啊，现在是不是过去10年啊，有多少人是被绑架，身心障碍的被绑去当这种苦工，然后当蓄奴？女生呢就被绑走去当那个八孩妈那样子的一个不断传宗接代，然后不断的侵犯她。然后呢，可能新疆维吾尔族的就被关去，然后也开始进行基因改造。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中国有太多这样子的故事藏在角落里面，没有被发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